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查理斯木，让我们聊聊最近美股有什么好的投资机会。今天查理给大家带来两家龙头企业的股票分析，对，他们就是科技巨头亚马逊以及医疗器械行业的标杆 ISRG。这两只龙头股最近都有不小的下跌，我们能否趁机逢低买入，还是应该再等等？此外，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近日表示，美股的估值有点高了。他的表态再加上最新的通胀数据走高，引发了美股在9月25日的抛售潮。我们是否需要止盈离场，以避开下跌的风险？本期视频查理为你带来解答。好，首先我们来看看亚马逊的情况。Amazon 的股票在过去一周表现不佳，从234美元一路下跌6%左右，在9月24日的收盘时卡在了220美元的重要关口。到了9月25日，更是下探到217美元每股，有点 scary。导致本轮 Amazon 股票抛售的直接原因是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对亚马逊公司提起了一项重要的诉讼。FTC 指控亚马逊在其 Prime 会员服务中存在欺诈的行为。该案于2025年9月在西雅图的一家联邦法院正式开始进行审理。朋友们可能都用过亚马逊网购，你肯定已经发现，在网购的过程中，亚马逊设计了非常多的陷阱式的小细节，诱导你在不经意之间点选加入了它的 Prime 付费会员服务。而且，一旦你注册了 Prime 的会员，要想取消订阅，这个过程又相当的复杂。反正查理每次网购的时候，每一步都需要格外小心，避免加入亚马逊的 Prime 付费会员服务。那如果亚马逊被判有罪，除了面临巨额罚款之外，还需要向数以百万计的消费者退款，可能被要求彻底改革它的订阅系统。这些潜在的风险都会直接影响亚马逊的营业收入，也难怪 Amazon 的股价一路下跌都不带回头的那种。那根据《华尔街日报》今天登出的最新消息，亚马逊公司已经和 FTC 达成了庭外和解。Amazon 会支付高达25亿美元的罚款，其中10亿美元付给 FTC，另外15亿美元赔偿给受影响的用户们。这绝对对于亚麻是一个好消息。查理预计 Amazon 的股价很可能在短时间内反弹。如果我们看亚马逊的股票在2025年的表现，会发现它是科技巨头中表现最差的那只。从1月2日到今天9月25日，它的股价涨幅居然是负的1.2%。没错，现在 Amazon 的股价比2025年开年的220美元还低了3块钱。那么问题来了，我们是否可以趁此机会抄底 Amazon 的股票，还是应该避免接飞刀，因为它的股价还有继续下探的风险？如果我们看 Amazon 在2025年和2026年的 EPS 每股净利润的增速情况，会发现它的 EPS 在今年和明年分别会保持高达20.4%和14%的增速，这在市值为万亿美元的美股巨头当中是非常不错的 EPS 表现。如果我们拿亚麻和微软的 EPS 增速做比较，会发现微软的股票在2025和2026年的 EPS 增速分别是13.8%和17.8%。那这两家科技巨头的 EPS 情况差不多。另外，亚麻的 PEG， 也就是 PE 本益比对营收增速的比值只有1.7，要远低于微软高达2.8的 PEG。当然，投资者肯定会担心，在 AI 云计算领域，亚马逊的 AWS 增速要低于微软 Azure 的业务扩张速度，对于亚马股价有不利的影响。结合现有的信息 ，CRI 投资系统给出的建议是，如果您有一笔资金想要买入 Amazon 的股票，那最稳妥的方式是把这两笔钱分成两半，在217到220美元左右的价格，把一半的资金用来全部买入 Amazon， 然后观望几周的时间，看看亚麻的股票是否有止跌企稳的形态，再把剩下的另外一半资金买入 Amazon 的股票。那这么做的好处有2点。第一是可以防止亚麻的股票在短时间内直接被买起来，Amazon 重新突破225甚至230美元的高点，这样我们至少成功抄底了一半。第二个好处是，如果亚麻的股票在接下来几周持续下跌，我们还有一半的弹药可以在更低的价位再次买入它，让我们的持仓成本给更低一些。
目前 CRI 投资系统给出的预测是，亚马逊的股价确实有下探到200到210美元区间的可能性，所以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但是从中长期的角度，也就是3到12个月的角度来看，查理对于 Amazon 股价回到240美元以上创新高还是非常有信心的。毕竟它的护城河很深，在 AI 云计算、电商、零售业等各个领域都是数一数二的存在。查理不认为短期的利空消息会对 Amazon 产生长期的影响，它的基本面还是非常稳定的。好，聊完了亚马，我们把视线转向医疗器械领域的龙头股 ISRG，它的股价表现在2025年就更加糟糕了，今年的 YTD 居然是负的15%。ISRG 现在的价格在440美元左右，比1月中旬615美元的高点已经下跌了27%以上。那么现在 ISRG 的股票是不是很便宜啊？我们能否逢低抄底买入？首先，我们来看看 ISRG 的主要产品和客户群体是什么。它是一家美国的医疗器械公司，主要开发、制造和销售用于微创手术的机器人产品，妥妥的高科技企业。ISRG 的核心产品是达芬奇手术系统，主要用在临床手术中。达芬奇系统是一个复杂的机器人辅助平台，外科医生坐在控制台内，通过操纵器控制手术器械，这样就不用自己亲自动手手术。这就让医生能够通过微小的切口进行非常复杂的手术，具有高精度和高灵活性。当然，除了销售达芬奇系统之外，ISRG 公司还通过销售配套的器械和一次性的手术耗材来赚钱。它的客户群体是全世界的医院和外科中心，这些机构会定期采购 ISRG 的达芬奇系统以及配套的产品，是很高大上的客户群体。可以想象，因为这样的高精尖手术系统，它的成本很高，售价也非常昂贵，这就让医院在购买了 ISRG 的产品后，很难再有资金买入其他公司的产品。而且，培训医生熟练使用达芬奇系统，也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成本，这就让 ISRG 的商业护城河很深，也让 ISRG 的营业收入相当的稳定。那么，为什么 ISRG 的股票在2025年表现惨淡呢？这是因为 ISRG 计划在今年下半年推出新一代的达芬奇5手术系统。在新旧产品的过渡期，有些医院和手术中心就会推迟原定的采购计划，等待新产品上市之后再买，导致 ISRG 在近几个季度的销售放缓。另外，达芬奇手术机器人的报价确实不便宜，初始采购成本高达50万到250万美元，还不包括持续的耗材成本、年度服务费等额外的费用。那现在全球经济都不景气，医院也没钱了嘛，导致不少医院考虑采购更便宜的竞争产品，包括像美敦力的 Hugo RAS 系统以及强生的 Monarch 系统，他们的报价比达芬奇系统要便宜个20%到30%，也很有市场竞争力。如果我们看 ISRG 公司的基本面情况，会发现他家的股票当前 PE 本益比高达60以上，一年后的前瞻本益比也有51，而它的 PEG 更是高达5.7。那这个高估值的情况和 ISRG 在接下来2年大约12.4%的增长率并不匹配。如果一家公司的 PE 在50以上，那么它的 EPS 增速至少需要保持在25%以上，才不算被高估。而 ISRG 的情况刚好相反。如果我们看 ISRG 的 EPS 增速，会发现这家公司在2025年和2026年只有11%和14%左右的 EPS 的成长。考虑到它现在的估值高达61的 PE，查理认为 ISRG 的股价在短期内还有继续向下调整的空间。那目前查理的 CRI 人工智能投资系统给出的 ISRG 最可能出现的阶段性底部的价格，大概率会在366美元到396美元的范围。ISRG 现在的价格在438美元，也就是说，它还有10%左右的下跌空间。朋友们可以再等等，至少等到 ISRG 的股价在周线级别有企稳的趋势之后，再考虑要不要建仓 ISRG 的股票。当然，如果您已经买入了 ISRG，也完全不用担心，因为
随着新一代的达芬奇5手术系统在2026年开始大卖，我们很可能看到 ISRG 的股价从2025年第4季度开始 V 型反弹。一旦这个上升趋势确立，那么 ISRG 的股价在2026年的夏天回到$600以上是非常有机会的，投资者完全不需要过分担心。好，那讲完了个股，我们来看看美股大盘的情况。9月23日，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罗德岛州的商会上发表了关于美国经济前景的讲话。鲍威尔表示，从许多指标来看，目前美股的估值相当高。更关键的是，如果美联储过于激进的降息，可能导致通胀再度上行，这个风险是真实存在的。鲍威尔的鹰派表态，再加上美国核心 CPI 攀升到 3.1%， 使得市场对于美联储在10月底的 FOMC 议息会议上还会不会降息产生了重大分歧。目前预测美联储不降息，维持当前 4% 到 4.25% 基准利率的概率已经涨到了 14.5%， 这就进一步加剧了美元的短暂性升值，也导致了美股和比特币的抛售行情。如果我们看9月25日的美股表现，会发现虽然标普500指数也就跌了 0.5%， 但是有不少 AI 概念股，包括 SOUN、CRWV 等，都有超过 5% 的大幅下跌。有朋友可能会担心，接下来美股是否会持续下行？我们需要提前止盈离场吗？查理的答案是不需要提前离场。美股在9月下旬乃至10月份的回撤行情，反而给了我们逢低买入美股的好机会。这是因为美国的实体经济非常萧条，在剔除了由政府财政刺激而产生的就业岗位，比如说医护人员的新增工作之后，美国的私营企业在2025年基本上都没有招新的员工，反而在不断的裁员降本增效。实际失业率的上涨最终必然迫使美联储持续降息的进程，这绝对是利好美股、黄金和比特币的价格进一步上涨的。因此，查理的 CRI 人工智能投资系统目前还是给出维持最大进攻性的配置建议，把 80% 的资金放在美股指数或者个股，把 20% 的仓位放在比特币 ETF IBIT 上。目前 IBIT 的价格已经和系统建议的买点差不多了，投资朋友可以考虑一下要不要建仓买入比特币 ETF。 查理是在9月25日以 61.7 美元的价格加仓了 IBIT。 那在个股层面，系统建议考虑买入的3只股票分别是亚马逊、Figma 和 Pinterest， 他们的买入价格和当前市场价非常接近。那等到今年11月到12月的圣诞行情来临， CRI 的投资组合会有惊人的回报，请朋友们保持关注。不知道您对美股接下来的走势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好，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查理的个人观点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如果你觉得我的节目对您有帮助，请您多多点赞、分享和评论。查理非常期待得到朋友们的反馈和来信。此外，我们的微信投资群已经开通，您可以通过查理斯姆频道主页的链接，扫描二维码免费加入我们的大家庭。祝您投资顺利，生活愉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